16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敦促各界领袖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当天，泽连斯基还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美欧高层会面。尽管美欧都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但在内部分歧不断的情况下，美欧的军援承诺还能兑现吗？来看报道。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在会谈中承诺，尽管美国国会在批准新资金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美国仍将持续支持乌克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而近期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国会批准另外一项价值6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然而，共和党人把对乌援助作为与民主党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双方僵持不下，援助提案已被搁置数月。眼看白宫承诺的新一轮援乌协议一直卡在美国国会，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试图通过美媒向美国国会施压。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库列巴警告，留给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援的时间不多了，并称不希望乌克兰在美国2024年大选的辩论中成为主要议题。How much of an impact is it having, the lack of a deal in Washington already on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nd the war? Well, time is running out. If the West is not able of stopping Russia in Ukraine, who else is it able to stop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那在当前美国大选即将进入到这种白质化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乌克兰外长喊话其实是一种政治上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拉拢。那可以预见，美国大选进入这样的一个大选周期以后，日后是否降低或者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军援，也会成为乌克兰目前较为担心的问题。国台办17号举行开年后的首场记者会，台湾地区2项选举结束后的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平统一、融合发展、反台独等成为会上的高频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强调，台湾地区2项选举的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日前，2024台湾地区2项选举结果揭晓。针对这一结果对两岸关系走向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强调，这次台湾地区2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愿望，坚定不移反对台独，维护和平，扩大交流，促进合作，深化融合，推进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派系新潮流的办公室17号发出声明称，赖清德退出新潮流。新潮流是目前民进党内最具实力的派系，具有强烈的台独理念。分析指，此次台湾地区选举中，新潮流系成为在野力量抨击的主要对象，被指要为当前民进党当局的腐败滥权负责，这是赖清德选择划清界限的主要动因，而且有意淡化其台独色彩。而针对赖清德在选后称，两岸对话交流能降低风险，必须用交流取代围堵，用对话取代对抗，才能和平共荣。只有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陈明华强调，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其与我们交往的根本障碍。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我们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行动坚决有力，粉碎台独行径，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坚不可摧。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定不移。陈明华表示，网上出现的武统声音，恰恰反映了岛内各界对民进党可能加剧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担忧。下架民进党反对台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是岛内主流民意。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只有实现祖国统一，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台独分裂的隐患，彻底粉碎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能结束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实现台海永久和平，把两岸同胞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凝聚起来，维护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创造全体中华儿女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有权也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为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余地。整场发布会持续了长达80分钟，发言人回答了20多个问题。在回答我关于大陆经济惠台措施的问题时，发言人陈斌华肯定地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他同时还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2023年两岸的人文经济交流成果和大陆对2024年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坚定愿望。正如发言人反复提到的，也希望台湾同胞秉持大义，把握大势，两岸民心相向而行。我想这也是新年大陆对台湾的热切期待。在台湾地区2024选举结束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另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消息，谢峰大使在当地时间16号晚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暨2024年新春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台湾问题至今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台海局势不稳，中美关系难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最重要护栏，遏制台独这个祸根乱源是最紧迫任务。谢峰强调，无论台湾局势怎样变化，都不可能改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拜登政府仍在台湾地区选举后派出前高官组成的代表团窜台。对此，陈明华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而对于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愿与中国复交，陈明华表示，这是民进党上台以来第10个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和法理的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也强调，瑙鲁政府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当局断交，愿同中国复交，是瑙鲁政府内阁的集体决定，是瑙鲁作为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做出的正确选择。我们注意到，瑙鲁议会昨天全票通过决议，支持核可并确认瑙鲁政府同中国复交的决定，将致力于发展瑙中外交关系，开展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这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毛宁表示，关于中国和瑙鲁复交的具体安排，我们将适时发布消息。我们也愿意同瑙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开启2国关系的新篇章。双方将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开展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我们不会为合作领域设置任何的限制。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
国台办于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关系热点议题予以回应。您对此如何分析呢？国台办举行新年首次新闻发布会，内容很全面啊。作为2024两岸关系的新年展望，我把它概括为16个字，就是反独促统、维和促融、掌握主动、守正创新。这里啊有2个重点，第一呢是反独。为什么要把反独放在两岸关系的首要位置上呢？邓小平先生早就讲过，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就是要统一，就是要复兴。因此，解决台湾问题是历史的必然。而且，邓小平先生还尖锐地指出，所谓台独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各种情况来看，都表明台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果有人要搞台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台独，而是为一些外部势力制约中国、分裂中国建造的桥头堡，是打乱中国发展进程、威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危害中国人民和平稳定生活的战争挑衅。中国政府、军队和14亿中国人民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今天的国际社会也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发生。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壮大，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更有信心，也更加接近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但是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呢在加大以台制华，台独势力也在垂死挣扎，台海也面临着新的战略环境。祖国统一就是同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不断斗争，直至最终胜利的过程。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挫败台独挑衅和外来干涉行径，才能维护台海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才能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2个重点呢是促融，迈不开两岸融合发展的步，就堵不住台独势力分裂的路。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要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对台工作举措，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才是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才会从根本上使台独分裂图谋归于失败。